铁城大师兄果然名不虚传。天启寺守护之玄武，列北方卫，这才是我来这里的身份。听说你年纪虽轻，却精通唐门的第一暗器手法万术飞花。今日若能一见，也算荣幸。我虽是唐家人，可终归是为萧氏人而来。我没有暗器，有的只是这一拳一掌，韩愈的7杯酒，天书、天玄、天机、天权，玉衡开阳瑶光7盏星夜酒。天境，果然是好酒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垂天海运，方才那些不过是孩童的游戏。等少年戏人间，见得世间最盛景，曾一曲唱尽凡尘歌，欲那作茧不悔人。我亦曾恍然一梦入10年，见飞鸿江湖，苍茫海国，英雄凌厉，拔剑高呼。你还剩2杯酒了。可你们也只剩下1个人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已经没有力气了。你还剩最后1杯酒，但我想，你应该不会再喝了。我不会再喝了吗？我虽然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酒，但我知道，再喝1杯，你必死无疑。可是我不喝，我又怎能活得下去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你们死了人，也废了人。技不如人，我们身为杀手，杀不了人反而被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。你们
们暗河说话还真是冷酷啊！可你们暗河算什么东西？能与我雪月城谈条件？我就算不用暗器，我也可以使出这一招万术飞花。小莲，爹娘今日就要出远门了，你在唐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！阿爹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不过1年之后我们就会回来的。莲儿知道了。好，嘿。爹娘，你们怎么还不回来？莲儿撑不住了。你叫唐莲，我叫唐莲。每年的这一日，你都在这里等着，已经3年了。爹娘说，他们1年后就会回来。你的父母不会回来了。以后你就跟我一起生活吧。我叫唐连月，今后就是你的师傅。爹娘，你们是不是当年和我一样，躺在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？唉，跟唐连月说的一样，是块石头。
以后你就多了个师傅，叫百里东君。你是哪个百里东君？对，就是那个比唐连月还厉害的百里东君。莲，你这次一走，我们又要多久才能相见？每次只有任务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相见；没有任务时，仿佛我就像不存在一样。是不是在你心里，我根本就不重要？不是的，只是我在别人面前，你是肩扛天地的大师兄，怎么每次到我这儿就变得吞吞吐吐的样子？难道怕我吃了你不成？是连月师傅告诉我，让我在雪月城等一个人，以后要守护这个人，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只是这件事情会很危险，我怕连累到你。可我不怕被连累。瑞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到时候，我不是雪月城的大师兄，也不是唐门弟子，只作为唐莲来找你。什么时候？完成师傅交给我的使命之后。真想再喝一次师傅酿的酒，心里总是有些不安。这帮家伙。鱼，我回来了。还没有成长到不需要大师兄的时候。我们还等大师兄吗？天启等了。入城，上！撤！驾！殿下息怒啊！暗河不是派出了最精锐的杀手吗？洛成军不是说有3000铁骑吗？拦不住一个萧楚河。蓝月侯和叶子营已经全部出动，若是再战下去，咱们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殿下莫急，他入了天启城，咱们有更多的机会杀了他。
机会，本王需要的不是机会，而是结果。大师傅，他已入城了。重儿，你的心太软了。他虽然已经回到天启，不过如今的天启已经和当年不同了。我期待与他一战，公平的一战。哇，萧瑟，你这宅子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块地皮可以买下一座城池了。不，2座。夸张了，区区一个小宅子吧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你的王府都要叫雪落山庄啊？门前观雪落，门后看镜湖。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极尽风雅，这样多好听。况且这不是我的王府，我不喜欢住在王府，比较喜欢这儿。公子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年在外面受苦了吧？不苦，倒是徐伯受苦了吧？胡说，这天启城谁敢欺负我们呢？也是，天启城谁敢欺负我们？这2位是？啊，这2位是我朋友，司空千落、雷无节。见过2位。徐伯，徐伯，带他们2人去休息了。是，公子。2位请。哎，臭小子，皇叔，我还以为你会先回皇宫呢。我已派人去见新主，请小神医了。小神医我已经带回来了，现在正在太安殿给你父皇看病。小神医说了，你父皇能行，别担心。多谢皇叔。你我之间就不必言谢了。我先走了。皇叔慢走。把你吵醒了。哎，我早就醒了。这个时辰，我在剑冢里已经采了药了。你这么早来做什么？圣上今日是醒不来的。我知道。我来是告诉你，你的病人回来了。萧瑟回来了，他的身体真的好了。太好了，原来世上真的有仙人。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拜他为师。那如果以后你从海外仙山学成归来，是不是连我也请不动你了？我反而希望你永远都不要请我。也对。皇兄啊，楚河回来了，你也该请了。距离他们进入天启城已经过去整整1日了吧？送往雪落山庄的拜帖像雪片一样，但都被管家拦了下来。现在的萧楚河似乎并没有打算开始和天启城真正的挂上联系。他们还在等人。他们还有一个同伴一直没到，那人是他们中最强的一个。可惜啊，他们永远都等不到了。大小姐，萧公子，雷公子，有大师兄消息了吗？大师兄他迎战暗河，已经牺牲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亲眼看见的吗？就说大师兄死了，尸体已被唐门接回，我亲眼所见。你肯定是看错了，快给我滚！萧瑟，
快派人去唐门问问清楚，或许真的是看错了。门主说，大师兄生当尽职，死亦无憾，还请大家切莫悲伤，需以大局为重。怎么死的？大师兄喝了7盏星夜酒，力竭而亡。何人所杀？暗河谢家家主谢七刀，还有21名杀手。大师兄凭一己之力，与他们同归于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，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！门主确认了。我说了不可能！那么多次，大师兄每次都能死里逃生，凭什么这次不行啊？啊！这才没有我们拖累，没有我们拖累，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？门主说，之前就听大师兄所说，杀死老太爷的凶手也是暗河。如今我们的敌人皆是暗河，到了报仇之时，他们定会竭尽全力。这边就先行告退了。我要杀过暗河，给大师兄报仇！刘瑾，不要被仇恨占据内心。师兄因我而死，这仇我背了。我已派诸王去追查苏长河的下落，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萧楚河也会查吧？白小堂总部基地就在天启，他会去找的。如果你们查到了，就交给他吧。莲儿相信他，唐门就相信他。他的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唉，只可惜当年被白虎提前下手了呀。不一样，白虎只是收他为徒，你这只朱雀可是想当国丈。俗气。唉，当年年轻的时候说起什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，有一种霸气凛然的感觉。可现如今这个岁月，再听起来，总有一些难以名状的羞耻。还是琅琊王厉害啊，能够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。要不然的话，
这江湖上多少失去了一些乐趣。有些想念他了。连月，跟你喝了这么多的酒，也开了这么多的玩笑，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很难过的。我也是。唐莲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大师兄啊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我梦见大师兄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什么也没说，就是冲我笑。我跟他说，我们都好想他，都在等他回来。他就点点头。然后转身走了，我一急就醒了。其实只要我们一直想着他，他就不算走，一直都在。放心，师兄的仇我一定报。啊，请。公子，叶小姐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唐莲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他在雪月城里照顾我很多，他的仇我们一起报。但如今我们要做的，更是不能辜负大师兄。你这次来，是大将军的意思吧？不，我不是代表我父亲，他的身份过于特殊，他若参与其中，很多事情会身不由己，所以我自己来了。你已经离开天启城很多年了，而我在去雪月城之前一直住在这里。我为了你的归来，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成为我的谋士，那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我确实要做一件事，而这件事需要你帮忙。我猜到了。既然入了这天启，就要踏出这第一步。我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，让这天启城所有人都知道我回来了。我要举办一场宴席，邀请这天启城中所有说得上话的人都来赴宴。此人是谁？莫不是六哥的旧相好？你来了。从三顾城到这儿很辛苦吗？是啊，一到天启城，就看到永安王殿下这场盛大的宴席。抱歉。这场宴席的目的是什么？告诉他们我回来了，他们可以选择追随，或者是对抗。我不会拉拢在座的任何一个人，全凭他们自己选择。你是不可一世的六皇子，
的确有资格这么做，但你要记得，是谁给你铺的路。我没有啊。也绝不会我。各位，都喝好了吗？喝好了，喝好了，喝好了。那我这杯酒，敬大家。敬永安王殿下！敬永安王殿下！怎么了，臧明？永安王揭开了千金台上的石壁帷幕，石壁上刻着“殿”字。鼓起！乐起！姐姐你有。谢上路，何以息？路西明朝更复落，生死一去，何时归？蒿里谁家地？聚敛魂魄，无闲语。鬼帛一盒相催促，人命不得，堂兄少吃醋。谢上路，何以息？路西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，何时归？蒿里谁家地？聚敛魂魄无闲语。鬼帛一盒相催促，人命不得，少吃醋。唐莲，安息吧。这是展帅五服中最重的丧服。殿下，我们先行离开吧。天启世家和朝廷百官都在这儿，他不敢乱来的。你若是能亲眼见到此情此景，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乱来了。这比提剑杀去泰安殿也差不了多少。上墨菜！按照御宴的规格，菜都已经上齐了，怎么还有墨菜？
羹饭。豆羹饭是什么？听起来不太好吃啊，师傅。嗯，在我师兄生活的地方，人死之后，死者的家属会摆上一桌豆腐宴，邀请死者生前的好友前来赴宴。宴席之上不会有肉品，只会有各式各样用豆腐做成的菜，其中最不可少的就是你们面前的这碗豆羹饭。服豆腐可得长生，死者已逝，生者尚存。希望各位在吃了这碗豆羹饭之后，从今日开始，都能好好的在天启城活下去。在我们青州，主人请去吃豆腐宴，客人是不能拒绝的。毕竟死者为大嘛，大家说了。太师，侯爷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太师应该是南方。是啊，在我的家乡，人死了以后啊，都会吃上一碗豆羹饭。可自从来了天启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到这种豆羹饭了。希望我死了以后，大家也能为我吃上一碗豆羹饭。哈哈哈哈哈！发明，拿来吧。就吃，你们自己吃吧。同学，我们走。你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吃那碗豆羹饭？你的大师兄死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很快就知道，跟你有没有关系了。哼，有意思。在这里杀了我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天女人，请你先离开。大师兄的事，我自会给你们交代。这里的事听我的。好。圣驾到！恭迎圣驾！你回来了。
回来了。听说你的病已经好了？好了。好了就好啊。饭都吃过了吗？刚准备散席。还有什么剩饭菜啊？姑饿了。就只剩下豆羹饭了。拿来，让姑尝一碗吧。不曾听蓝月说过他游历时那些见闻，所以楚河是有人去世了吗？是我师兄。你长大了，姑不会再像当年一样管教你了。要做什么？便去做吧。好，各位爱卿，都起吧。姑不是刻意的要怠慢各位爱卿，只是姑和这儿子已经好久未见了，所以不想让任何人打扰，和他聊上几句。请各位爱卿谅解吧。臣等不敢。走吧。陛下，华锦，你想留下吗？我这边有几个朋友，我跟他们许久未见了。那好吧。晚些时候，让月离带你回宫吧。多谢陛下。起驾！恭送陛下。散席。他还是这天启城里唯一的天之骄子，一直都是啊。到金殿见小憩片刻。老朽的荣幸啊。太师请，国师请。为何当初二哥去雪月城接你，你不肯离开，如今却还是回来了？我只喜欢自己做选择。你师兄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背后的那个人，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。好，赞明。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很傻吧？是啊，用尽了所有人情，请来了北离国师，国之脊梁，制造了这么大一场盛宴，最后却把它变成了一场葬礼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闺女，身体怎么样了？啊？已经许久未曾发病了。我问过国师，他说新山上的高人留下的那缕真气护住了我的心脉，保我10年无碍。10年过后，高人大梦归醒，我便再去一趟仙山。
那便好。闺女，我估计你这些年还不想离开天启，毕竟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，对吧？萧瑟那家伙，你是想做他的王妃吗？我和萧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父亲，您误会了。那就是雷家那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和雷大哥可不一样。雷大哥当年还是挺会逗女孩子欢心的，那小子傻愣傻愣的。父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闺女啊，爹是在想，爹走了之后，谁来照顾你呀？父亲要去何处？傻闺女，这番事情之后，你以为你爹还能待在朝中啊？哼！明德帝不降罪于我，那是因为他不敢。我若不知罪辞官，那下面那些人总会以为我还想再打一仗，那他们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样，你替我拟份折子，就说告老还乡。当然，也别急着给，等他1个月，让那些满怀鬼胎的人这个月都睡不踏实。嗯。父亲要去凤栖山。对呀，你娘就葬在那儿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事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背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姑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2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2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
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昌隆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姑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郡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可笑，可笑。是我失算了。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两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，他说领兵的一身绿衫是叶孝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孝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，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简言手上那份名单。简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。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杀死锦玉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谨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你这是在抄诵经文呢？为了锦玉用心了，你为何抄送了2份呢？另一份是给锦薇的。锦薇和我们兄弟一场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时候，我不常与你们在一起，而谨言又一直跟着卓心公公。其实，你、锦玉、锦薇3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吧？所以我要为他们报仇。锦玉的死的确有蹊跷，尚有仇可寻。而锦薇死于谋乱，又能找谁去报仇呢？琅琊军能够这么顺利进入天启城，恐怕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这一切的背后，我总觉得有一双手在推动着发展，而锦薇他们只是一颗棋子罢了。锦薇也不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他只是为了替师傅完成他的愿望罢了。不过有一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兄弟。你说谨言？是。
他必须死。倘若他来找你的话，你留住他，然后告诉我。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武大剑以后只剩下一个人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你，我是怕你做傻事而已。大剑，你也卷入了这次夺嫡，你支持赤我，那又如何？但是武大剑只应该对明德帝一人忠诚。你知道当年师傅他们为什么在琅琊王撕毁卷轴之时一言不发吗？他们呢，当时早就屈服于新的帝王威严之下了。你会像他说的那样杀了我吗？会，除非你把你手里的名单交给我。只要我还留着那份名单，就不会有人杀我。一旦我要是交出去的话，就连你都有可能杀了我吧？那你还来找我干嘛？我选错了一次，我还想再选一次。师傅，白王殿下到。这天启城中，应该没有别的茶能比锦仙公公这里更好了。殿下谬赞了。不过，殿下来此，恐怕不光是为了品茶吧？当日在泰安殿前，卓心、锦言、锦薇三人用伪造的龙峰卷轴企图叛乱。虽然龙峰卷轴已毁，不过锦言手中还有一个卷轴。这个卷轴上是百官联名的手书。既然大家都说这龙峰卷轴是伪造的，那么手书也可以是伪造的。可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，此事已经传开，朝野上下很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殿下也对那份名单有兴趣。父皇已经下了口谕，从今日起，本王代大理寺卿负责彻查此事。白王居然去了红青殿，看来大家都猜到了，锦仙公公是锦言公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只不过锦仙公公的交道可不好打。二哥有圣上口谕，天启上下就没有他不能打的交道。毕竟谁都不想下天狱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圣上为何要将此事交给白王？二哥为人做事稳重，交给他去做，才能够服众。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解决了这场兵乱的人。我们在他们眼中是琅琊王军一伙的，让我们去查。只怕天启城中的那些官员都会寝食难安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既然此事已经交给了白王，我们很难参与其中，总不能明抢吧？方才我们白小堂迎来了一位特别的主顾，锦仙的人。你这么聪明，就会显得我很呆。说吧。锦仙公公已经联系我们了，说会把锦言送到我们白小堂，让我们把他保护起来。那太好了，等锦言被送到白小堂，我们就把他抓起来，这样手术不就是我们的了？姬雪虽然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白小堂这么多年的声誉，可不能毁于一旦。情分是情分，生意是生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自然是等一等锦仙公公的条件了。
不能就这么等下去。我已经猜到锦仙公公的所需了，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。若依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外面盯梢的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，整条街都被探子给包围了。以前只有白王和赤王2家盯着我们，但如今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，我们的敌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对这只手术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我们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。太师，我需要离开天启几日，这几日的朝政，就麻烦你了。是。最近，白小堂在江湖中十分活跃，怎么姬若风又重新回来执掌白小堂了吗？啊，堂主确实说要带领我们白小堂恢复以往的威势，却不是姬老堂主说的。哦，新堂主，那是谁呀？堂主说与司空城主相见不会太远，到时候见面就知道了。有几分意思啊。这么说，白小堂这次是有要事相告了？白小堂也有消息想问雪月城。你说。堂主问，为什么百里东军和莫一没有回来？看来你们白小堂知道的和想要知道的都很多啊。莫一先生入大梦自关，10年之内都不会醒来。百里大师伯为其护法，莫一一日自关不出，他便一日不会离开蓬莱岛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，说着消息着急，结果问我们问来问去，耗了我们半天时间，也不说那消息。大小姐不要着急，因为今天本不是我一个人来雪月城，另外一个朋友已经找到了真正需要这个消息的人。萧瑟，你们找萧瑟做什么？什么消息？天启城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当今圣上在年嗣的祭典上晕倒了，靠着青天剑见证齐天辰，才勉强恢复了神智。胡闹！你都知道了。所以，你这是要回去了吧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？去你说的那个天启。天启城这个时候应该会派人来雪月城。三城主是天下闻名的药王传人，若是这件事太医院无法解决，或许三城主有办法可以解决。我要的不是这个回答，我是问你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天启吗？小楚河呀，小楚河，人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你却还是沉默，真是太煞风景了。你是谁？啊，我是琅琊王。荒谬！我真的是琅琊王。琅琊王叔当年被刺，世袭罔替，其后代可传承王位。
这位是琅琊王叔独子，萧凌晨，的确可以自称为琅琊王。凌晨，好久不见。千罗，我有事。我明白了。哎呀，司空城主的女儿啊，我觉得是你高攀了。4年不见，突然出现就是为了跟我说这话？自然不是。这么多年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很多次，都没找到你。天启城叛乱那一天，我父帅带着我，驾着一辆马车向北门行去，途中被白虎使拦了下来。我父帅独自留下来，没有抵抗，白虎使便放我出城离去。后来在我逃亡的途中，又遇见了北厉3神将，随后与我琅琊军旧将隐姓埋名，藏于市井之间。为何那天琅琊王叔会忽然离城？我不知道，这一切发生的很突然。在我遇到3位神将之前，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追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帅会被白虎使拦下。因为刑部所述，琅琊王图谋造反，在那天故意发动动乱。我父帅如果真的造反，半个北离都会毁掉。天启城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乱，就被说成是我琅琊王谋逆，简直是对我父帅的侮辱。的确，皇帝没说什么，琅琊王叔也没说什么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般？我有这个猜测。那你就回到天启，查出这个秘密。那你呢？天启是你我终将都要回去的地方，只不过我们各自有不同的时机。如今你的时机已到，而我的时机还未到，我还缺一把火。我为你们点燃这把火，在我查到当年真相之后。披春叔叔，这无聊的日子，厌倦了吗？你说呢？我这刀都要锈死了。是有点怀念天启了，想去千金台赌一把，再去碉楼小筑喝一杯，再去彩云追月阁睡一觉。瞧你这点出息，王爷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？我这不是在这儿过过嘴瘾吗？现在看来，只有萧瑟那家伙当了皇帝，才能把我们招回去了。那也未必，我们可以自己回去。据最近传来的消息，明德帝最近病重不起。病重不起，王爷有什么打算吗？让我们回到天启的那把火终于来了，虽然不是萧瑟点燃的，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般的离奇，突然间心生归意，便什么都来找我了。那便归吧，策马扬鞭，直逼天启。这么晚不睡，是在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来了就肯定没有好消息。行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现在就走，不给你添堵。开玩笑的。你的好兄弟蛰伏多年，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。他们这是要回来了？是，
但你似乎并不惊讶。我们的对手啊，以他们的做事风格，时机到了，也该走到这一步了。不过吸引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？不知道。白小堂只查到在那之前，谨言去过一次将军府，随后将军府便派出了16名密探，悄悄出城了。那应该是龙峰卷轴。什么是龙峰卷轴？当年，八王之乱爆发，各大皇子纷纷闯进皇宫，一路杀到了平清殿。他们都在等，即将驾崩的先帝从里面送出来的龙峰卷轴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。可到最后，只有琅琊王和明德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可当他们刚要踏入平清殿的时候，武大健捧着卷轴出来了。那卷轴上写的是明德帝。武大健捧旨而出，却始终不宣。最后，琅琊王上前一步接过卷轴，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当即撕毁。随后宣布，皇位传给三皇子萧若锦，也就是现在的明德帝。那说明卷轴上写的，并不是萧瑟的父皇，不然为何要撕毁它？是啊，可是当年负责此事的武大健都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继续追究此事。可是龙峰卷轴向来有2封，一份由武大健保管，意为传圣意；另外一份则由钦天监保管，意为承天意。一封卷轴被撕毁之后，另外一封本该送到钦天监的卷轴，却无故消失了。那武大健为何要纵容他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卷轴上写着琅琊王叔的名字，他撕毁了写着自己名字的诏书，武大健根本没办法拦截。但是几年之后，琅琊王军功赫赫，民心所向，那封不知所踪的卷轴却又突然间出现了。即便琅琊王不想当皇帝，在朝中、在军中，甚至在民间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逼着他当皇帝。当年藏起那封卷轴的人，就准备要动手了，掀起兄弟反目，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新帝即位，旧帝的武大健要去守皇陵，可当时大健卓卿权势无双，所以他自然是不会甘心的。他从一开始便收起了龙峰卷轴，图谋着政变的那一天。我想，当年琅琊王叔一案，应该也是他一手挑起的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卷轴还没来得及亮出来，琅琊王叔就死在了法场之上，而他也在1个月后死在了皇陵。这件事，百草堂可没有查到。因为当年伤我的人就是锦轩，而锦轩是卓卿最亲近的弟子。卓卿死后，龙峰卷轴再次下落不明，我想8成就是落在了他的手里。而这锦言又是武大健中锦轩最得力的走狗，他能说动将军府，除了知道琅琊王叔救军的下落之外，手里应该还有足够的筹码。我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龙峰卷轴。我没明白，叶将军不是若依姐姐的父亲吗？他不是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的？叶孝英是琅琊王叔最忠实的手下，他等这一刻等了很久，只可惜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但是选择上可能会大有不同。闺女，我遇见他那一年17岁。
把我从尸体堆里给刨出来的。当时我就想，那是为了防止兵变。他把位置留给我，是为了安抚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假装被他安抚，所以天下人知道我叶小英是为了琅琊王的死，对皇帝心生芥蒂，但是因为畏惧皇威，所以才不敢造次。这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结局。那我就做给他们看。父亲为何今夜这么多感慨？若依，今天我会派一队精兵护你出城，你先离开天启一段日子。为何？他的病情一直很糟糕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再加上，如今天启城中几位皇子争斗的又厉害，我生怕会出现一些变故。变故？父亲，你何时害怕过变故？你一直期待的不就是变故吗？我一直在帮助萧瑟，父亲你也是默许的，为何突然要送我出城？好，我且问你，萧楚河入天启，是为了当皇帝来的，还是为了查清当年那件案子来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自然是为了查案。那便是了。萧楚河一直没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当上皇帝，才能查清此案。一臣一君，那是天方夜谭。所以说，在这次他和赤王的争斗之中，我不看好他。可父亲明明之前很看重他。我看重他是为了看着他，就像当年我看着琅琊王，有能力有魄力，但是没有足够的狠心。琅琊王什么结局？琅琊王死了，被他的亲兄弟杀死了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看到第二次。只是因为萧瑟从来不接受父亲的扶持吗？闺女，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，他毕竟是萧若锦的儿子。不管怎么样，琅琊王只是他的皇叔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琅琊王也没看错他。但是你爹我不想再当了。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。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。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你忍了很多年，忍的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字，而那件事本来就是错的。若依，若依，
一次。听说你昨晚也搬来雪落山庄住了？不仅昨日，今后我都要在这住下了。跟你父亲吵架了？这倒是新奇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见过叶将军舍得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呢。他昨日说了很奇怪的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觉得，在这次天启之战中你赢不了，还说如果你是以臣子的身份，就算有再大的决心，也无法为琅琊王翻案。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你说的是龙峰卷轴？这件事你没有当着你父亲的面提起吧？当然没有。他若知道我们查此事，怕是真的不让我出来了。他应该是接受了那份卷轴，我猜接下来的一步，他就会召集琅琊军联系萧凌晨，发动叛乱。我也是这般猜测的，但这话从你口中说出，怕是已成定局。这将是北离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叛乱，几十万铁骑将踏过整片大陆，直至天启。无数的百姓将会因此蒙难，而蛰伏在北离周边的国家也会伺机而动。可是我不明白，琅琊王军叛乱，这对赤王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为何龙峰卷轴会在此时出现？为何卷轴一出现就会找到你父亲？若最终真是萧凌晨登基，宗庙归位于琅琊王，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现在还想不明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绝对是个圈套。相信你父亲能想明白，但是他还会依然往里面走，因为他这个人极度自负，他对自己深信不疑，在陷入牢笼的同时，能咬死那病虎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再把那猎人咬死。他确实一直这般自负。可是这份自负，最终会害了他，害了整个琅琊军，也会害了萧凌晨。就算最后他赢了，也会给北离重创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。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南绝大胜归来之后，十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无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龙峰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。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，
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指天启，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姑该如何选择？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这个回答，姑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姑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姑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，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。这些年，姑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，你猜，姑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
说吧。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你很好啊！这么多年，你是一点都没变呢。是，姑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姑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姑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姑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你要我救什么人啊？我不出意的。小神医可能不知道，有些人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，就比如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金衣蓝月侯，北离的大监国，现在整个北离都归我管，更何况你呢？他说的没错，北离现在他最大，我也不能拦他。不过侯爷，你又何必动弄一个孩子呢？好，我允许你问一个问题。你要我救谁？什么症状？你要救的人姓萧，名若锦，是北离的皇帝。皇帝？对，他患的是心疾。前些日子祭祀的时候突然晕倒，到现在一直昏睡不醒。好吧，我随你去。冢内最近有贵客？是啊。我的2个外孙回来小住，难怪有如此强的剑气。是李寒衣回来了？不，这剑气和李寒衣的不太一样，倒像是新月的。难道是穿红衣的那个小子？正是。很好，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。青龙守护果然有了真正的传人。千洛他似乎有一些失落，他说他问了你一个问题，你一直都没有回答他。因为这个答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你的父皇是一个不错的父皇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他甚至是一个不错的皇帝。我以为你会很讨厌他。我自然讨厌他。无论是当年叶鼎之的事情，还是后来琅琊王的事情，我都讨厌他。我甚至看不起他，想杀了他。但是作为一个父皇，当年的他给了你所有的一切。后来的他，也极力想挽救一切，
但是作为一个皇帝，近年来北离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，他最对不起的只是琅琊王。在他眼中，我只是个不孝的儿子。游子在外面久了，总是要归家的。我今天见到萧凌晨了，三城主安排的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琅琊军那些旧部的行踪，只是前几日凌晨找到了我，他说他知道你在这里，他也知道你此刻一直都在犹豫。他说他想给你一些鼓励。他好像什么都没说。他说他的出现就是对你最大的鼓励。真自信。殿下，唐门出了一件大事。说，唐林从雪月城返回了唐门，唐门上下打算重罚他，先废除他的一身武功，再将他逐出唐门。但是唐连月突然破关而出，连战唐皇、唐玄、唐七杀，将他们三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唐门原本一直被压制着的清雪月城的派系也皆是反抗。所以，唐门期待已久的新老太爷终于诞生了。唐连月成了唐门的新老太爷，他现在执掌唐门，是断然不会再跟我们合作了。其实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按照唐连月的作风，他应该会让唐门远离这场纷争，少一个朋友，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而且，唐莲的事透露出另外一个讯息。什么信息？他回来了，而且已经康复了。王爷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好，那便一声令下。是。师父，我在唐门已经住了1个多月了，您却一直没有给我想要的答案。如今的唐门究竟是站在雪月城一边，还是继续支持天启城里的那位白王？唐门不设党争，这是几百年来的规矩。老太爷不肯听，为了覆灭雷家堡，暗中背弃和雪月城的盟约，与白王联手，过程中又遭到暗河蛊惑，才导致如此结局。与雷家堡结了死仇，和雪月城暂时也不可能重新联盟了。至于去支持白王，徒儿啊，在你心中，我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吗？
小神医怎么样？确实是心悸，能治吗？能，但是……哎呀，别但是了，这个时候就别卖关子了。是你先打断了我，但是需要时间。多久？1个月。好，那这1个月，太医院的御医都听你差遣。愿为神医效劳。哎，诸位前辈抬举了，我可不是什么神医。对了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什么时候开饭？饿了。李长青，你这个虎贲上尉，禁军大都头，竟然让一个刺客悄无声息地溜进皇宫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属下失职。刺客是什么人？何时入的宫？侯爷离开的当夜。起初属下也没察觉，但他被大箭撞上了。刺客的身手极好，被大箭重创之后，还能离开皇宫。这圣上刚病倒，看来天启城就有人坐不住了。有一处很蹊跷，大箭发现刺客的地方是一座荒废很久的冷宫。属下斗胆猜测，此人入宫可能跟刺杀并无关系。你别猜测了，你带着虎贲郎给我守好这泰安殿。如果再出什么差错，我要了你的脑袋！是。阁下深夜入宫，有何贵干呢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这宫里就算爬进来一只蚂蚁，我都会知道。看来今天这只蚂蚁是爬不出去了。天龙宝地，岂容蝼蚁生存？萧瑟，你还要多久回来？帮了你这么多回，也来帮帮可怜的武心呢。风花雪月都见识过了，该回去了。他走了。果然如你所料，明德帝病重，再加上这1年之约，他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。而且，他还真的一人一骑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就这样离去了。他是萧若风和姬若风教出来的人，我了解他。只是自打萧瑟回到雪月城的那一天起，外面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守在那里。如今他这一走，这消息很快就会传播到整个北离。这明里暗里，这么多人要杀他，他一个人该如何回去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雪月城既号称天下第1大城，虽然我们不喜欢与人争斗，但是也绝不会等着任人宰割。正北面是程洛英的军队，这些年来，
他在背后默默支持赤王，虽然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为了阻拦萧瑟回天启，他会不惜暴露这一点。还好我一直留驻在洛城，没有回天启复命，避开了闭城1月的禁令，不然闷也得把我给闷死。不过赤王殿下还真是没让我省心呢，确定要这般兵行险招？殿下已经把他要说的话都写在信上了。杀一个王爷，那可是重罪啊！还是皇帝陛下最喜欢的那个王爷。男爵16位的一队斥候会出现在他们该出现的地方。绞杀敌国斥候是将军分内之事，事成之后，朝廷必有重赏。东北是无双城，白王虽然没有赤王那么狠辣，但是如果萧瑟回到天启，也会影响他的利益，他也会有所行动。这次没让你出城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？我可是我们这边的底牌，怎能随便出手？道理我还是懂的。不是，不让你去，是怕你认错我们要找的人。我记住他的样子了，我们见过的。此次白王殿下要求万无一失，可是我这心中还是没底。虽然消息说他是一个人走的，但雪月城实力深厚，未必没有后手。还没出发就怕了，那干脆别去喽。你这小鬼，越来越有城主的架子了啊！师兄，你记错了，我本来就是城主。好，城主。我先走了，不跟你说了。西南面会有暗河赶来，他们会派出最精锐的杀手，还有上面这些小点点，这些都是白王跟赤王这些年来散布在北离的势力。这些势力当中，将有一半会参加到这次狙杀之中。另一半是被你收容了。当萧瑟来到雪月城的那一天，我就开始筹谋了。现在是时候让他们知道，为什么我们雪月城会是天下第一城。落霞，传出千城之令，绯红色的吉令。好，也是时候该让天启城的2位王子看看，我们雪月城为什么拒绝他，却毫无畏惧。阿爹。去吧，爹爹曾经说过，当他一个人回到天启的时候，你会陪在他身边。不过打今天开始，那个称号你要叫得响亮一些。朱雀使，司空千路。朱雀这个称号跟你实在是太相配了。去吧，孩子。我知道，那虽然很危险，但是我也知道，爹爹拦不住你。阿爹，阿爹，我走了。你是不是也已多年未逢敌手，有些寂寞了吗？常府，这次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他们这几个年轻人，我怕他们有危险。
你和所有的长老留在雪月城。上一辈的人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你要去哪儿？西面会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宫里那位娘娘的师兄，赤王的义父。洛清扬。这么多年，他没有离开过木良城，他会为这个事情出手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总得去看一看。我知道，这世上能够拦住他的人并不多，我也没有自信。是雪月城的千城之令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准备了，时间刚好。去吧，我与唐门带你归来。师父，保重。哇，好大的烟花呀！为何来得这么快？什么这么快？你出种吧。姐，你不是说让我成了剑仙之后才能出种吗？为何现在就要出种？我也不想让你出种，但你如果再不出去，你的那位好兄弟恐怕就要死了。萧瑟，其实我是骗你的。要入剑仙境，你在剑仙种待上100年也无用。想要升境，必经生死。去吧。圣上下旨，2品以上所有军官不得出府。大将军也被困在了天启城内。唉，那我们只能原地待命了。叶自营集结。是小姐，快，叶子营集结。是。今永安王萧楚河有难，我辈军士效力于萧氏皇族，理应出援。传大将军叶孝英之令，救永安王于危难之中。各位将士，可愿随我出兵？吾等愿意，吾等愿意，吾等愿意。大将军动了。是的，今日他已经悄悄离城而去了。原本以为他做这个决定需要很久，或许他做这个决定已经做了4年，只等一个契机。如今契机在手，便再无犹豫。你提了什么条件？我说，想要新王继位，废除旧例。武大健不必再去守皇陵，他还得给我王侯之位。他同意了。哼，他骂我是一个奸猾小二，说还想学那前朝的9000岁。可最后他不还是同意了吗？殿下，叶孝英他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？别傻了，叶孝英可不是简单的武夫，他自然有所察觉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在这背后操纵着这一切的人是我罢了。龙贤，去通知那2位将军，他们代替叶孝英，成为北离军魂的那一日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当年圣上赶走所有的兄弟，偏偏留下我，你知是为何吗？因为皇叔是父皇一手带大的，不是其他几位皇叔能相比的。但更确切地说，是圣上觉得我不会跟他争天下，
其他几位王爷啊，个个狼子野心，心怀不轨，留在天启都是大麻烦。我呢，他信我。琅琊王兄也不会，他也信他。这种信任是10几年建立起来的，并非一朝一夕。那为何会有4年前那桩案子？人呐，一旦坐上那个位置，是会变的。而且琅琊王兄太像一个优秀的皇帝了。历史上，凡是功高盖主的，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。那这么说来，皇叔即使满腹才情，也故意装出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吗？不，我本就是好诗酒风流，喜欢绝色美人，这不是装的，这就是我。贤侄啊，我监国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，没有半点纰漏。这朝堂之上，对我也是满口赞誉的。你刚才那话可差点意思啊！既然皇叔为国为民，那我就告诉皇叔一件事。何事？15天后，兵临城下，天启危在旦夕。这么严重吗？琅琊军。琅琊军？这世上哪儿还有琅琊军？如今叶孝英的北离中军，加上个琅琊王，就是当年的琅琊军。小色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自然知道。我说的这支军队，如果集结起来，整个王朝便会覆灭。你不像是在开玩笑。王离大军2万人，晋军3000，天启成兵8000人，再加上1300名虎贲狼，差不多有3万多人。而琅琊军有20万，兵法讲究时而为之，我们3万对20万，守城而战。到时候上下两军起兵勤王。我在回天启的路上，曾有军队试图阻拦，所以我断定背后一定有萧氏皇族。天启城有几位小王爷，外面有几位老王爷，只要姓萧，他们都有机会做皇帝。你是觉得他们另有所图？我有很多种猜想，但不到琅琊王军兵临城下的那一刻，我都无法做出决断。但是此刻我只希望皇叔能信我一次。